嘿，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那么，在前一个视频里面，大家都能够看到了这个我试驾的这一辆新的车。对细心的朋友们的话，肯定已经发现我试驾的这个车是什么？本田的 Hawk 11。新车哈，新车，大家觉得怎么样？我又开始来试驾这些大家不常看到的车，新出来的车，我又开始来试驾了。这一次试驾的这一辆车的话，在之前车展上面，看到它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失望，因为这个配色加上这个车型造型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丑，但是呢，今天我要把它改回来，它一点都不丑，为什么一点都不丑呢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先从外观开始走起。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辆车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本田的Hawk 11，然后第一眼这个看上去就是它车很长，然后呢，在之前我看它的时候，在这个角度看它的时候，感觉造型不是很好看，但是现在，比如这之前那个蓝色的确实好像不怎么好看，但是这个灰色的话，这个银色，这个银色的涂装，银色和黑色的搭配，这个马上就有一种复古感就出来了，感觉还不错。之前总感觉这车有哪里有不对哈，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这个车完全没有问题，非常的怎么说呢，复古，非常的复古。你先不说它帅还是不帅，那复古风那个复古的味道已经做出来了。当然了，有一些地方的话，跟复古车稍微有一点点区别，比如说像这个后座想要做成那个咖啡 racer 的那上面翘起来的那一个圆的，但是它没有做出这种感觉来。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复古风来看它的话，我觉得完全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啊。这个非常的现代复古，整一个这个整流罩，对吧？然后再加上后面的那一个部分，都已经有复古的味已经出来了。所以的话，如果作为一个现代复古车来说的话，问题不大。当年在那个车展上面看到的那个蓝色的真的是不怎么好看，但是这个银色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所以嘛，摩托车这种东西还是要靠外面这个颜色的。稍微看一看它有一些什么特点，比如说它第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东西。宣传了，所有的人都宣传这玩意儿，就说这个东西好。那么好在哪里呢？它是强化塑料纤维的东西。你可以看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闪闪发亮的，然后跟一般的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呢，我觉得吧，这个整流罩你做的再怎么样，外面跟看起来都差不多的样子，都能够做的那么好的。对吧？强化不强化好像问题也不大就主要看漆水。然后另外它比较那个啥的就是这个反光镜的后视镜。后视镜你在坐上去的时候，我的话调好角度看后面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有些人说这个很难看清楚后面，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反而像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有一种复古风更加出来了。但一个是像这种把底的，对吧？把底的话，因为现在见的太多了嘛，那如果他从这里做出来这么一个的话，也挺复古的。以前也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后视镜的，所以还蛮复古的。然后正面这样看过去的话，这个整流罩也是做的很复古的，只不过是我喜欢的是这里不是平的，这里要再凸出来一个圆圆的，就更加好。这个稍微平一点的话，就感觉比较现代。引擎的话，大家都很清楚啊，国内先宣传过的已经有好几遍了，就是飞双的引擎，然后，整体在上面的那些感觉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我们在骑的时候再说。然后最后外面造型的话，我觉得这个本田做的这个排气这后面的这一段的排气还是挺帅的。在不改排气的情况下的话，本田的排气做的还是算是
很帅的了，对吧？尤其是这2个孔的出来，这也是比较少的，大家都只有1个孔，对吧？然后其他的话，这个坐垫说实话是很不错的一个坐垫，我坐上去又软，然后这个感觉上面的这个沙沙的这个感觉，坐上去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质感也是挺不错的。作为一个现代复古风的话，这个质感还是挺好的，不是复古风的坐垫，而是现代复古风的坐垫。然后啊，它这个东西也挺有趣的，上三星的这个东西做的非常的高，感觉好像就很趴，对吧？但是它其实就不趴，就是不趴的原因就是在这个上三星做的很高，坐上去的时候，这个把是已经在腰以上了，所以你说它趴吧，它也不是很趴，但是比起一般的车来说的话，还是挺趴的。然后可以看到这边只有单个的仪表在这里，然后需要的信息上面都有。就一点吧，它没有做成彩色液晶的，到现在为止，它这个价格卖出来还没有做到彩色液晶的，是有点，怎么说呢？日本在这方面上面真的应该再加把劲。然后刹车啊，日清的，然后这边肖瓦的大家都能够看到啊，都是非常好的东西用在上面。行吧，那么就外观部分的话就到这里，我觉得话这个外观还是挺不错的。比起以前看到的那个蓝色的话，这个灰色黑色的这个搭配要比以前那个要好不知道太多了。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灰色的非常不错。OK， 那么回到我们现在试驾的这个地方来，那么刚刚我已经在静态的大家看一下外观的时候，全部已经说明过了。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它骑行起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首先从发动机发动开始，它就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本来呢，我以为它本田嘛，对吧？本田的双缸嘛，对吧？肯定就是什么震动也没有了，然后启动的时候也就那么小小的一点点的声音。然后这个引擎吧，这个做的那个有一种那个什么气势啊，什么之类的，完全就不行吧，对吧？那跟川崎啊什么的，或者跟凯旋什么的，完全没得比，是吧？但当我点火的那个瞬间开始，我就觉得哇，这应该是已经不是本田车了，它这个本田的车跟正常的本田车不太一样。那正常的本田车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呢？它应该是引擎非常的细腻，对吧？然后呢，它这个震动呢也是非常的小，对吧？但是呢，这个车一上来的那个点火的那个瞬间，砰，一个引擎上来之后，感觉哇，这个引擎可太他妈给力了！这个弯，哇，这个弯，这个弯。这个车的这个转弯性能也很 OK 啊，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大家能够听到这个起步的声音吗？这个起步的声音给力吧？弯，哎呀，这个骑行的质感太给力了，这个骑行的质感给力啊！我骑上它，我就感觉哇，这车不一样，这个车真的跟我知道的不太一样，我觉得可以推荐这车，很不错。这个转向真的是牛逼啊！这辆车的转向真是太牛逼了，不可思议。OK， 我们继续出发。然后我们刚刚稍微扯远了，正好有几个弯的话，稍微扯远了一点啊。哇，鸽子你走开点。我们再回到这个引擎上面来。这引擎鼓动感、声音，这完全就不是本田车。首先这一点大家要清楚，跟你们所知道的一些本田的车完全不一样，
上来的那个声音就已经没有跨上去之前啊，这个声音就已经感觉啊，这个车真的是，跟凯旋 T120啊，然后斯拉克斯顿是吧？这些车，真的是一样的，完全不输给他们这个声浪的话。也就是说，本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一定要做一个跟这些车竞争的车。本来呢，我以为它这个价格里面7万，对吧？7万在这边的话可以买到的是什么呢？就Z900 RS T120这样的车。那如果它本身这个外形，对吧，有那么一点点个性的地方，我不能说的太那个啥，个性的地方，它可能竞争力稍微比其他的那2辆车要稍微那么低一点，但是呢，现在看起来的话，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虽然在个性方面的话，比那2辆车稍微要那啥了那么一点点，对吧？但是在这个性能、声浪，然后刚才这个转弯的性能上面，对吧？都可以完全都，那不能说胜过他们吧，至少对打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啊，这个双缸的声音和Z900 RS 4缸的声音，对吧？有些小伙伴会说，那4缸肯定要好了，对吧？哎，这就不一定了。像咖啡 Racer 的这种东西的话，它本身双缸的这个声音作为主打是很常见的，所以说双缸在咖啡 Racer 里面是很有人气的，并不是说一定是4缸比较好。然后这个坐姿的话，这个坐姿刚才在外观里面我也说了，这个坐姿它的上3星很高，所以这个现在它的把也是挺高的，所以说不是非常的累，大概在斯拉克斯顿的那个级别，可能也比那个稍微再好那么一点，在一些别的视频里面经常说啊，这个趴的非常的厉害，但是这个趴的话应该还算可以。然后呢，就是码表的这个可视度，现在外面非常的亮啊，刚刚在那个一般的骑行里面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爆发力，哇吼，这个爆发力太给力了。喂，这个爆发力有点给力，这个不能乱来。他基本上是全部已经把工作全部做在这个爆发力里面了，所以不能乱来。我得变个道儿。变个道这个感觉啊，它不是像一些怎么说呢，像仿赛啊什么的，唰的一下就过来了，它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延迟的，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变道的，所以这个转弯的这个感觉的话，可能跟其他的一些车不太一样。哦shit，我走错地方了。那不过啊，在这里上面，大家也可以看到像这种地方，拉到这个速度领域里面来说的话，那么它还是动力浑厚的这种感觉。打灯，然后看后面转向，对吧？一定不要搞错。然后 Hawk 11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按键它非常的少，就只有这么几个按键。然后有一个 mode 的按键，它它有几个 mode， 然后在这边可以看到。然后牵引力控制还是有的，牵引力控制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必要的。ABS 加牵引力控制这2个东西的话，不管在哪辆车上面，我觉得都应该有。当然了，你小排量的话，可能因为价格的问题，这个没有办法装。但是有些比如小排量的话，其实问题也不是很大。但现在小排量的车速度也越来越快了，对吧？还是说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还是油比较好。
所以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有没有牵引力控制这个东西。牵引力控制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必要的。尽量选择一些有牵引力控制的车，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哦，不对，这个低速的爆发力，这个刚开始的这个爆发力不对啊，不能这么玩，这个爆发力太厉害了，说什么其他的对吧？像斯拉克斯顿啦啊这样的车的话，我觉得这个爆发力是完完全全够的，而且还挺好玩。这样的车在城里面能有这样的爆发力，对吧？你一直在城里面开着车的话，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然后就是啥呢？这个你说它有什么哪里不好呢？就是手把它有一个往下垂的角度，所以我的手现在手腕好累啊。以前骑宝马双2的时候都没有这个感觉，为什么呢？就感觉我现在骑这辆车骑到这个手腕好累。还有，然后再说它不好的地方哈，震动太大了，震动是真的大呀，4000左右的时候，这个手上面啊，然后脚踏上面都麻了都。但是跟它的引擎的鼓动感呢又是两回事情。引擎的鼓动感现在传递上来了之后啊，这个身体会跟着它咚这样上下晃，所以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如果它这个身体能够随着它咚晃，然后手上面和脚上面又没有什么震动，那真的是太完美了，对不对？但是这么完美的车应该做不出来吧，连本田都做不出来，我觉得。OK， 那么差不多我们也要进入这个试驾的视频的尾声了。那么来总结一下吧。它整体来说的话，一些东西，首先从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地方开始说起。前倾的姿势的话不是那么的前倾，但是因为有一个下垂的角度啊，但是这个下垂的角度可以改，稍微让它平一点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更好一点。但是它切龙头的切过去的时候，有可能会碰到，所以它才会有这么一个下垂的角度。这个的话在改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下，改完了之后看看会不会碰到前面的这个整流罩。然后就是离合器的重量的话，还是算一般的，一般偏上的这个感觉。然后刹车的话还是挺不错的，刹车还是比较线性的，不过在最后的那一下的时候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奇怪的反应。OK， 那么整车的爆发力来说的话，它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低扭向的车，它重视的就是低速的爆发力。在上面的话你会明显的感觉它有那么一点点上面的转速的不足，那个延伸性的不足。那毕竟呢，它不是 DOHC 的，是 SOHC 的，对吧？然后引擎鼓动感的话，我觉得这个引擎的鼓动感已经完完全全可以对标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咖啡 racer。所以它这个车来说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目标人群为40、50岁左右的一些喜欢复古的车的人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错的，这个定位还是挺可以的。在一些像20几岁，然后30岁稍微过那么一点点30前半的人来说的话，那么这一辆车也许就感觉造型有点奇特，对吧？然后骑了这么久了，这个车今天也是挺热的，热量来说的话基本上感觉不到，到现在为止也感觉不到热量，只是右腿的地方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热，可能又没有这么一点点热的这个程度，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应该夏天骑也问题不是很大。只是手腕它被它又是震动，又是往下这个垂角有点那么酸。那么再然后就是声浪的话，从点火开始就知道这个声浪它不一般。这辆车一下就声浪就不一般，完全是很厉害的声浪，并不是像以前那种声音都没有的，然后骑上去一点感觉都感觉不到的啥的。那么在这个视频里面，这个声浪大家应该也是能够听得到的，所以
也不用我多说，这个声浪大家都能感觉出来了。然后就是这个车的现在这个巡航的话，完全是跟得上前面的速度，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比如说前面的车，像这种自动挡的汽车，一下子哗就去了的话，这辆车完全也是能够跟得上的，并不用担心你在换挡的时候会差多少的距离。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在这个跟着大流的时候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地方。之前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现在我骑了这个125的小排量之后，明显感觉会有比较慢的这种感觉当然了，这个车对吧，1100cc 的那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再有问题也就奇怪了，对吧？OK， 那么这一次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本田 Hawk 11的试驾的视频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骑行的质感真是的非常非常的好。最后再让我说一句，骑行质感非常非常的好。OK， 那么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